你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是2025年11月22日凌晨3點到5點之間，用德國費爾斯坦天文台的一台30公分望遠鏡，整整疊加了106張，一張60秒曝光的長時間影像才做出來的。畫面裡，Suneye Atlas 匯發像一滴倒掛的淚珠，往左下角，也就是太陽的方向拖出一條細長亮帶。這就是大家這幾周一直議論紛紛的向陽反尾 Anti-tail。彗星越靠近太陽，形狀越奇怪。不是這次，在2025年11月，也就是 Suneye Atlas 掃過近日點之後，我們拍到的都是同樣的畫面。一顆彗星般的亮體，外圍拖着一條固定朝太陽方向延伸、長達1角分的光暈。同一時間 ，NASA JPL 的 Horizon NS 系統也給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訊息。Suneye Atlas 出現了非引力加速度，它不是很大，大概只有太陽引力的 0.0002D， 但奇妙的是，它剛剛好跟太陽引力的距離平方反比規律完全一致，意思是兩種加速度的比值一路都保持不變。這種剛剛好通常意味着背後可能藏着一個還沒被說清楚的物理原因。如果它被推着走，那其他沒被推的東西呢？非引力加速度的方向主要是由太陽往外推，所以你可以把情況想象成 Suneye Atlas 好像感覺到太陽比較輕了，因此跑得比正常軌道再遠一點點。但如果旁邊真的有一群小東西跟它一起飛，而這些東西沒有同樣被推走，它們的位置就會比 Suneye Atlas 更靠近太陽一點。小多少？我們來算一下。也許那條向陽反尾根本是一群東西的位置差造成的。在太陽引力主導的軌道裡，每單位質量的能量基本是固定的，但因為 Suneye Atlas 受到額外的推力，它的軌道束縛能量就會比沒被推的東西稍微少一點。這差多少呢？就是那個 delta 等於 0.0002。現在 Suneye Atlas 距離太陽 2.7 億公里 ，delta 倍的距離就是大約 5.4萬公里。換成天空中的角度，就是 0.7 角分。而這個數字正好跟我們在照片上看到的向陽反尾的延伸長度幾乎一模一樣。這非常不巧，或非常巧。你可以自己決定是什麼。它們會一直保持那個方向嗎？會的。只要這些天體不會因為太陽加熱而噴出氣體，產生自己的非引力加速度，它們就會一直保持這個反尾隊形，永遠位在 Suneye Atlas 的太陽方向那一邊，在近日點時重新匯聚回來，就像一群被拖在後方的小豬豬，始終在亮體前方形成一條細長的亮絲。如果是一個超大的群體，那反光面積會驚人的大。想象一下，如果周圍真的有10的12次方1兆個小物體，哪怕它們的總質量只有 Suneye Atlas 的1/1000，但總表面積卻可以是它本體的100倍。那意味着什麼？那意味着我們看到的這個匯發亮暈，可能有 99% 的光線是這些小物體反射的，而不是 Suneye Atlas 本身。
這也意外與2025年7月21日哈勃望遠鏡拍到的亮度比例分析相吻合。為什麼無論靠近或遠離太陽，它都一直保持同樣的形狀？因為只要非引力加速度遵守距離平方反比，這個空間張力就會保持 delta 倍不變。所以，靠近太陽時有向陽延伸，遠離太陽之後，也還是有同樣的延伸。這不是巧合，而是力學上的必然結果。最後的問題，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如果這條反尾真的是由不會蒸發的小天體組成，那我們就面臨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它們到底是什麼？只是碎石堆？某種破碎的星際碎片？還是另一種完全未知的東西？阿維勒布的文章到這裡停住，但問題反而開始更有趣。你認為3 Atlas 向陽反尾是一群物體造成的嗎？勒布的解讀提出了一個非常大膽，但計算上完全合理的可能性。如果真有一兆個小天體跟在旁邊，那麼3 Atlas 或許比我們想的就要複雜的多去了。